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长寿是从古至今大家都在探索的一件事情，不少人对于长寿这个事情有执念，比如秦始皇的梦想就是长生不老，想了非常多极端的方式，最终也没有实现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却活了100多年，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50岁后能够长寿健康的7大特征。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是谁？阿里密汗舍伊体是最长寿的老人，出生于1886年6月25日，也就是光绪12年，是我国新疆人。在2020年已经134岁的高龄，家人谈及老人的一生，只觉得非常的平淡。老人非常热爱生活，即便在困苦的年代，也微笑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在没有生育的情况下，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幸福。2013年，老人的孙辈已经有40多人之多。平日里，老人的饮食非常简单，生活也很规律，不挑食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而且老人的一生都在劳作，身体素质非常好。据家人回忆，老人只有在一次重感冒时住过院，即便是在老年时期，老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出门走动串门。记者发现这位老人家的他各方面表现都异常的好，他的眼神特别的明亮，而且并没有出现耳聋的现象，记忆力也是很不错的。直到这么大的年龄，他还在坚持运动，他的运动方法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，自己就种什么。他认为如果自己不运动，就会感觉身上不舒服。他的子孙也说道，这位老人家是一位闲不住的老人。平时这位老奶奶还喜欢唱歌跳舞，如今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跳起舞蹈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的精气神，这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。可以看出老太太的心态特别好，能长寿估计和她的心态也有直接的关系。2. 人类的极限寿命是多少岁？寿命在人的身上是否存在极限？人是否可以和乌龟一样活上上百年甚至1000年呢？科学研究表明，人类的极限寿命大约在120岁左右，最高不会超过150岁。人之所以会出现衰老死亡，是由于体内细胞衰老死亡引起。每个人体内都有数万个的细胞，细胞通过不断的分裂来自我复制、更新换代，但是细胞进行分裂的次数有一定的限制，每进行一次分裂，细胞的 DNA 链末端端粒就会因此而缩短一些。我们体内的细胞最多只能分裂50次，这就从根本上来决定了人的寿命。一般细胞分裂一次的周期在 2.4 年左右，也就是说人的极限寿命是 2.4 乘以50，也就是120年左右。但是也有一些例子是比较特殊，有些人本身细胞分裂时间比较长，有每次分裂在 2.7 年左右，那么它的极限寿命则是 2.7 乘以50，最高的寿命在135岁左右。但是这些都是极为特殊的个例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人不可能存活超过150岁，所以我们不必要去追求活上几百岁，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即可。一般长寿的人身上会存在一些特征，如果你有这些长寿的特征的话，你的寿命也不会短。3. 长寿的7大特征，只要有3个以上，多半会长命。那么长寿的人都具有哪些特征呢？看你有没有。1. 心跳慢。正常人在安静的时候，心率应该在60到90次每分钟，但是如果心率特别快，则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，易导致体内产生胰岛素抵抗，进而诱发血压、血糖出现异常。在2020年，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顾东风教授发表的流行病调查显示，与心率60到70次每分钟的人相比，男性心率在75到89次每分钟，则高于90次每分钟的人群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。
在女性中，心率高于90次每分钟的人，患病率也随之增加。这个调查足以显示，心跳过速会引起一系列病变出现。心跳慢是长寿的一个基础。2. 腰细瘦，苹果型身材在生活中非常常见。这类腹部肥胖型的人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、动脉硬化以及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的病症的出现。对于还没有明显病症的苹果型身材人群，建议要及时减肥，减掉大肚腩，可以让患病的风险大大的降低。3. 走路快，普通人的走路速度是每秒钟 0.9 米，走路的速度低于 0.6 米每秒钟的人群，死亡可能性会增加。而走路的速度超过每秒钟1米的人，寿命会比较长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人在走路时，体内大约有70%的肌肉群参与了活动，对于下肢肌肉、韧带以及关节的灵活度都有良好的作用。走路快慢可以很好的预测寿命长短，在75岁以上人群身上更为准确一些。但是需要注意走路的速度要在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去加速，不要勉强自己。4. 反应快，反应力是反映智力好坏的标准，智力又是身体系统完整性的指示器。人做出反应的时间是寿命指示器，反应迟钝的人相比于反应迅速的人群，早亡的风险会增加2倍多。5. 肌肉壮，上了年纪的人群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腿脚不利索的现象，出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腿部肌肉减少导致。想要长寿，锻炼肌肉是非常有必要的，特别是40岁之后，肌肉每年下降的量在 8% 以上。想要保持肌肉力量，每天至少要保持30分钟左右的锻炼。6. 平衡好，老年人平衡性差，主要是因为小脑退化和肌肉萎缩引起的。老年人平衡性较差，容易引起危险出现。建议老年人在日常中多锻炼平衡性，可以多做太极拳、五禽戏都是不错的选择。7. 心态好，心态对于长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不少长寿老人并不会刻意的去参加运动，更喜欢种菜、种植、种花等的活动。这些老年人在日常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心态特别好，对于老年人长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以上这7个长寿特征，不知道你符合了几个？如果你不符合上文中的那些标准，但是你又想长寿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不用担心，还有几个长寿的小妙招。3. 想要长寿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1. 吃得对，胃口好。饮食与寿命密切相关，饮食健康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预防老年痴呆，提高睡眠质量，延长寿命。研究发现，地中海饮食更有益延长寿命的作用，是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，以蔬菜、水果、粗粮、豆类、鱼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方式。多吃各种各样的蔬菜，包括叶菜类，建议每天摄入300到500克。主食做到粗细搭配，增加全谷物的摄入，全谷物占主食的1/3，同时适当的增加杂豆类的摄入。推荐每人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，少吃红肉，适量的吃白肉。白肉是指烹饪前呈现白色或者是浅红色的肉类，例如鱼肉、鸡肉、鸭肉等。烹饪肉类时，我们多用蒸、煮、炖等的方式，少用煎、炸、炒，可以减少营养流失，防止有害物质的产生。建议在生活中要多摄入鱼类，鱼肉类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多，含有 18% 左右的蛋白质以及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。鱼类内含有的蛋白质在进入体内之后利用率较高，并且它的脂肪率较低，而不饱和脂肪酸被证实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其次，要控制盐分的摄入，高盐饮食对于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危害，是引起高血压、肾功能异常的重要诱因。建议每日摄入盐分的量保持在6克左右。2. 想要长寿，还要注意适当的进行运动。运动可以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速度，
让体内的一些废弃物排出速度加快，对健康而言非常的有好处。运动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，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来进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